我是瓜皮儿，无限地球危机前情提要。反物质犹如瘟疫，在多元宇宙迅速扩散，无数颗地球瞬间蒸发。奥利弗尔为了百姓战死沙场，成为了幽灵。诺武集结了7位楷模，奋力抵抗反监视者，甚至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纳什也在临终前把楷模们送到了消失点，一个超脱时间、超脱空间的地方。结果关键时刻，卢瑟逆天改命，让天国超替自己下了黄泉。众英雄在消失点生活了1个月之久，却没有一个人能找到离开的办法。最后的堡垒地球1也已经灰飞烟灭，所有希望寄托在了这7位救世主身上。命运楷模的萨拉甚至放弃了命运，英雄楷模的凯特每天训练到精疲力竭，荣耀楷模火星猎人只是坐在旁冥想，而最应该拥有希望的希望楷模卡拉也失去了希望。人性楷模和逆天改命楷模每天都在修复身旁破烂的科技，祈祷能打造一台拯救众人的仪器。至于爱之楷模 Barry， 他已经消失了1个月，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瑞安和卢瑟终于打造了一台瞬移机器，可在这消失点里，即便成功，又能传送到哪里去呢？更何况两人的仪器根本没有运行成功，好不容易点燃了一点点的希望，随着仪器的爆炸彻底熄灭。突然一道闪电照亮了所有人，白瑞回到了众人视野里。他2秒前才刚进入神速力，刚出来却已经过了数月之久。在神速力中，白瑞以10马赫的速度冲刺，却没有找到任何一个离开消失点的出口。而奥利弗还在炼狱，此时他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幽灵。过去10多年的经历在大脑里重新上演了一遍，包括他射出的每一支箭，挥出的每一拳，一切都是为了今天的最终之战。奥利弗是对抗反监视者的将军，白瑞虽然心力憔悴，但还是没有放弃希望，不顾众人阻挠，准备2入神速力，因为神速力是唯一的办法。奥利弗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郑重告诉他们，神速力的确是拯救所有人的关键。比起这个，大伙儿更好奇奥利弗的身份，他是连接多元宇宙的幽灵。反监视者已经抹除了整个多元宇宙，解铃还须系铃人。1万年前的马尔特斯行星，诺武还是一名科学家。若干年来，他和妻子一同为自己的梦想奔跑，那就是回到时间之初，通过量子隧道进行时间穿越。刚踏进万物起源之初的时候，一股不知名的力量仿佛察觉到了诺武的存在，并且释放了反物质自保。可诺武已经没有撤退可言，这股力量将诺武带到了宇宙的对立面反宇宙。也正是诺武的远大抱负冲破了2个宇宙间的墙，监视者释放了反监视者，所以奥利弗找到了自己的伙伴，他必须分割战场。一队人负责到时间之初抵抗反监视者，另一队人要去万年前的马尔特斯星阻止诺武。这一切都要通过神速力。可白瑞现在感觉身体被掏空，他希望奥利弗能赋予自己一些能量。奥利弗也只是轻轻点了下白瑞的脑门，面带微笑地问白瑞是否相信自己。白瑞表示100%相信。随即奥利弗一句必胜台词，万千力量不如 Run， 白瑞带着所有人立即冲进了神速力。卡拉带着卢瑟、瑞安来到了马尔特斯，商量计划的时候，卢瑟转头没，白瑞在神速力中继续奔跑。反监视者的阻挠让他偏离了航线，来到了一个自带滤镜的宇宙。奥利弗在关键时刻出现，引导了白瑞。在他成为幽灵之后，也成为了神速力的一部分。反监视者出击前，奥利弗已经把萨拉他们送到了安全的地方。眼下这里是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奥利弗利用记忆，让所有人都维持在神速力中，这样能拖延足够的时间，让白瑞找到其他人。奥利弗消失后，白瑞冲回了实验室，转头却看到了 DCEU 的闪电侠，场面一度陷入了焦灼。正连闪一度以为白瑞在搞 cosplay， 等白瑞做完自我介绍，郑连闪才感觉闪电侠这个名字简直 gay。 一波简单的商业互吹，郑连闪才知道这是多元宇宙。消失前打算回去和钢骨吹上1年。另一头的 Kara 终于找到了卢瑟，卢瑟常年想在背后搞小动作，这一点超人家族人人皆知。到了危机关头了，卢瑟还想着统治宇宙，还在逆天改命的时候自己去了一份外挂。Kara 和瑞安应声倒地，醒来后卢瑟又失去了踪迹，不用想都知道去修改时间线了。这会儿诺武正要开启量子隧道，身后钻出一个光头。这个时间段的诺武什么都不知道，卢瑟在真相的基础上添油加醋，把科学家诺武哄得一愣一愣的。距离成功仅差1步，卡拉赶到，瑞安赶紧拉着诺武离开战场，留下卡拉和卢瑟单挑。楼下打得火热朝天，瑞安趁机把真相告诉了诺武，这关乎多元宇宙的存亡，Talk 才是成为英雄的必备技能。同时卡拉和卢瑟的激情单挑还未停止，凯特这边出现在了帕默集团，在角落看到了当年的奥利弗和雷，为了菲利西蒂争风吃醋，转头发现一个陌生女子一直在偷听，前一秒还在嘴炮的2个男人站在了一起。凯特对他们没有那么熟，只是简单的复述了真相。另一边实验室的废弃机场，这是他们当年对抗支配者临时搭建的基地。
那年的奥利弗还对 Kara 秉持怀疑的态度。火星猎人表示，说来话长，我就长话短说，世道变了，想要抵抗外敌，绿箭侠和女超人就必须相信彼此。事实上，所有人都必须相信彼此。同一时间，离开实验室的 Barry 来到了异世界，克拉克正在对抗迪根，和诺武交换姓名后的奥利弗打出了致命一击。这会儿 Barry 本应该和 Kara 在反转地球，看见换了新衣服的 Barry， 奥利弗和克拉克都蒙圈了。Barry 刚开口解释来龙去脉，奥利弗就一副豁然开朗的表情，他什么都记起来了。也是直到这一刻， Barry 才知道奥利弗为他牺牲了多少。自己和 Kara 本应该死在这场战斗，都是因为奥利弗放弃了一切，才换来了他们的性命。之所以一直没说，是害怕这牺牲成为 Barry 的枷锁。奥利弗依旧是面带微笑，告诉 Barry， 生老病死人之常态，快去集合其他人吧。紧接着另一个时间线 ，Sarah 刚刚殒命，迪哥和 Laurel 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现实，直到 Barry 赶来，对当年的他们来说，转化人还不存在。Barry 这次也不管尴尬不尴尬，二话不说，用神速力唤醒了 Sarah。刚刚诈尸 ，Sarah 就想起了所有事儿。Barry 拉上 Sarah 就去寻找其他人。分散在各个时间线的楷模们被聚集一起，来到了所谓的时间之初。他们费了那么大劲儿，还是没有改变未来，改变的不过是多元宇宙中的一种可能性。在这交织成网的宇宙树上，总有一个诺武会释放反监视者。在这艰难时刻，奥利弗再次站了出来。他们7位都是人中典范，只有他们才有能力控制局面，剩下的就交给奥利弗。他将点燃火种，靠楷模们煽动火焰，拼尽全力使宇宙重生。说完，奥利弗再次看向 Barry， 问他是否相信自己。得到的答案没有改变。7位楷模开始奋力抵抗，就连卢瑟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主要是心里气不过。楷模们对抗着数不清的恶魔，站在山顶之上的奥利弗则摘下帽兜，一拳打在了反监视者头上。他今天要让这个宇宙知道谁才是 CW 一哥。山下的兄弟姐妹们没有停歇，奥利弗硬扛着反监视者的攻击，掐住了他。烈焰将两人团团围绕，奥利弗也祭出了自己的必胜台词。将全部的力量释放，无数的恶魔瞬间消失，只剩一道冲天的光芒聚在奥利弗身上。他已经点燃了自己的火种。卢瑟突然开窍，拿出了自己逆天改命的命运之书残叶。7位楷模将发挥了自己的使命，用人性、真理、爱、命运、荣耀、勇气和希望为命运之书画下了句号。这股力量瞬间涌入奥利弗的体内，天空仿佛撕裂了一般。奥利弗用自己的第二条命重建了宇宙，一个崭新的世界正在诞生。正如他所说，生老病死人之常态。奥利弗希望 Barry 能带领他们继续向前，全力保护这个崭新的宇宙。看着天空，奥利弗流下了最后一滴眼泪，随后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如果说上一次奥利弗的牺牲是结束，那么这一次就是一段开始，翻开了 CW 崭新的一页。我是瓜皮儿，无限地球危机，下期见。